这个手一起来的时候就要有一个这个，就要有一个这个力量，就要有一个你往里推，你要有一个这个力量，你要有这个力，这样会懂？这个力在这边的时候，你看我这个手面怎么变？这个力量，手肘的力量它不变，我这个。200。好，换青龙反手，大蟒翻身，进步穿，劈，黑熊探爪，白蛇缠身，压。95、96、97、98、99、300。好，换。好，把这个停了。好，走青龙反手，大蟒翻身，穿，劈，黑熊探爪，白蛇缠身。好，压掌。接下来我们走我们那个白圆线果哈，手往前捧，并步转回来，胸下开。好，先停住。这个肩胛骨你现在的左手的肩胛骨往脊椎收，手这样翻。啊，就是你现在的肺是左边开，右边闭，不要那么高。哎，对，沉下来，稍微往外推一点，哎，让它开，肩膀松掉。啊，力量起来，
肩胛骨往这边，哎，对对对，往这边。好，这个夹紧闭住，往这边推，哎，这个又掉了，这样子。手肘起来，肩胛骨往这边，手掌边，大拇指这边带，推住，那边夹肋骨，把右边的肺推过来，闭住，这边开，这边这样子开，啊，对，对，这个手，哎，对，好。右边闭，左边开，有体会到吧？哎，人比较瘦是有好处的，不要太用力，关节放到位就好了，不用太用力，松掉，不要太用力。这个是在这边，大拇指撑开，大拇指是肺经，大拇指是肺经，让它撑起来。这样子，哎，这样子，对，这样子，肩膀落下，这个推过来，这个收进去，啊，往前推一点，这个是不对，这个起来，这个收，这个往这边收，肩膀不要，肩胛骨往这边收，哎，对，好，对，所以用肩胛骨把这个肩带过去，把这边的肺开，不要往回收，往前推，这个也是推。起来，不要掉，是手腕还没开，嘿嘿，这个还没松够这个比较难的就是那个手腕跟手肘的关系通常你们的手一翻，手肘就下来了。手肘一起来，掌就倒了，所以这个要一收的话，这两个你看，这两个变成这个样子而不是他手肘起来，手倒了，手起来，走掉了要这样子，你看，这样子这边开大拇指尽量撑这在走的时候有这个劲，手掌上面是大拇指带，大拇指往这边的力带，然后右手往这边推，肩胛骨左边的肩胛骨往脊椎就是往右走，所以带出来一个这个力量走所以四肢本身带出来一个旋转力好，出来了以后就慢慢走。不要声音，不要。慢慢走，把四肢先放对，先有那个带出来的那个力。这个的手的力量稍微难一点，肩放下。好，先停。好，先停。好，手放下，手放下。当我们在做这样子的动作的时候就是类似白圆线果的前面这个手这个动作这就是很不自然的动作，是吧？很不自然。自然是什么？自然是手起来这样子，自然是走起来手这样子。所以你们看到外面很多练这个肺掌、练白圆线果的，全都是这样子的，因为手掌一翻起来，手肘就倒了。要把这个东西练成自然，把这个练成自然，怎么练？其实身体是可以的，你就先想好这个点，你先想好，你不要想怎么做，
你不要想怎么做，你就想我的动作要完成这个形态啊，所以你的手放松，拿起来，放松，拿起来，这个走的力量要在这里，放松，不要去尝试控制怎么做，因为你们现在还没有关节的开合度不够，那个肌肉还不够松，所以你要用我这个是0，这个是10，我0到10中间没有啊，中间没有尝试要从1、2、3、4、5、6、7、8、9没有，就是从这边想象这个，就是这个。不要忘了这个，不要忘了这个。你们看这个形象，你们看这个形象，头脑里面有这个形象，你要摆出来的。你看手是这样子的，大拇指起来带住，你要完成的形态是这样子的。我对圆心的话，我对圆心是这个对到，你看我的食指对到圆心。然后手肘起来的，掌翻到手掌几乎向上。好，你要完成的是这个，想好了这个，看清楚这个式子，看清楚这个形态，看清楚这个形，放下，想住那个形，起来，就是那个形，放下，起来那个形。你的形里面没有走，你的走没有这个，你的走没这个，你的走没这个。你看，手肘是这样子的，手肘是这样子的，手肘是这样子的，手是这样子的。啊，不是，对，你看，不是你的手会掉下来，你的肘在这里，手肘不是，手肘要在这里。听不懂？它是一个对你们现在来讲，对所有的人来讲，一个很不自然的状态。那他为什么要这个样子啊？为什么要这个样子？肩胛骨开呢？肩胛骨往右走，往脊椎收拢，是带动这个肩不用力，肩松掉。肩胛骨开，带动这个肩往后，然后把肺的这一边开，所以开这个肺不是用这里开，不是用肌肉这里开它就紧了，所以是放松的，用肩胛骨带肩，用肩胛骨带肩关节，肩关节带胸肌，把胸肌往这里带啊，让这个肺这边肺的空间变大。所以肩胛骨的跟肩的作用在这个地方。那手肘呢？手肘是肺经是从大指走的，所以这一段要拉起来到这一段，这一段到这一段到这里。听不懂？你要把这个拉起来啊，这样子。所以这样开有一个这个力量，它有一个这个力量，肩胛骨一带，大拇指一带，它有一个这个力量。那在武术的应用上呢？武术的应用上啊，你要把，比方讲他那个手来哈，我如果是这个样，我只用这个的话，我只用这个的，我的手肘是不是下来了？手肘变成没有功能的，他这个手啊，我这样一带，他这个手在这边是可以自由活动的。可是我如果是这样子，我这样子呢，他这个手是自由活动的空间被我挡到了，他往下不能走，往下没办法走了，是不是这样子？所以他这里没有办法进来。而我呢，我这里的力跟这个力啊，我是分开用的，就是说我这个要变，可是我这个可以不变，我这个力量还在，你看我这个力量还在，
还在管它。我如果说这个走，我这个走，这个也走，没有了。这样没懂？我如果不用这边他的手来，我用这个，你看我这个的力量在这个地方，手已经到眼睛了。所以在八卦拳的应用来讲，每个关节的力量不相互干扰，不相互干扰。所以你不可以说我的来走起来手下来啊，手起来走下来。这个时候看起来你有3个关节，可是你在用的时候，你只能用一个。这样不懂？啊，所以八卦里面有很多很不自然的东西。那个东西为什么会产生？因为它每个关节要分开用，在应用上是这个样子的。啊，在练内修来讲，就我刚才讲的那样子的功能。还有不要收回来，你这个手出去的时候，我这个手一出去你看是往这里撑开的，是往外面的。你的掌跟你的胸之间要有一个撑，要有一个相互对撑。所以不要这样子，不要往回，你的力量就进来了，是不是？所以当你这个手一起来的时候，就要有一个这个力量，就要有一个你往里推，你要有一个这个力量，你要有这个力，这样没懂？这个力在这边的时候，你看我这个手面怎么变？这个力量，手肘的力量它不变，我这个怎么变？手肘的力量不变。我这个在这边，它不变，我的手肘怎么变？这个力量不会变，所以我在这边我可以有手肘的变化，我可以有手的变化，听不懂？所以每一个关节可以有它自己的变化所以你就去想，你知道这个以后，你想那个形象，你想那个形象，好，松的，一起来就要是那个啪，你们看那个鹤在动翅膀的时候啊，你们会看到有些那个姿态是很不自然的，它那个翅膀的那个曲折。有些是很顺的，就是这样子嘛。有些不是哦，它在扇的时候，它会这样，它会这样子的，有没有？有一个最明显的是一只老鹰，是不是掉到海里面去？它要从海里面起来，是不是？它从水里起来嘛，它那个翅膀是怎么动的？它的翅膀它不是这样起来，这样子没有足够的浮力，它的翅膀是这样动的，它翅膀是这样动的。青龙飞升式，青龙飞升式，它翅膀是这样子的，增加向上的那个浮力所以它们也可以翅膀的关节，它们也可以分开用所以这个掌练肺的比较难的就是这个式子，就是这个，就这个所以你们再试试看，左跟右，想好完成。